你再给老子打酒来！两位，这里是牢房，我是牢头，实在不能替两位去打酒啊。你说什么？你搞清楚，老子随时会出去。如果你还想活着看见明天的太阳，就立刻去打酒。这，好了，老二，少说两句吧，啊！是他自己找晦气。哎，老头，李大人不是交代过吗？再说了，这买酒菜的银子也没少给你，你呀就勉为其难吧，也省得惹他生气。你不是自己找骂吗？哎，我说老二，你能不能改改啊？别总是那么急躁。大哥，我们不在外边享福，却窝在这个鬼地方，我能不急吗？再忍一忍，我不会不记错。过不了多久，包大人就会放我们出去。啊！来，喝，吃啊！吃吧，啊！大人，孙强之死，想必与杨彪、杨豹有关。可是他二人分明被关押在大牢之中，分身乏术，充分摆脱了行凶之嫌。不，杨彪、杨豹若要将孙强灭口，无需亲自动手。此情入牢关押之举，如今看来，似乎又有欲盖弥彰之嫌。本府认为，不会如此简单。大人，是否有可能，仅是孙强与傅立之间本有私人恩怨，而与军饷一事毫无关联？不无可能。然而，那傅立被买通的可能性更高。至于是否杨彪、杨豹，那就必须要问傅立方能得知了。大人，无论孙强之死是何人所为，杨彪、杨豹兄弟二人伪造饷册已然属实。大人可要依此对他二人再做审讯，先坐实了克扣军饷之罪。不急，本府要张龙赵虎，再赴左右卫营遍寻官兵，便是为了取得实证，以便证明军饷乃是补发，饷册乃是补造。一旦取得官兵的证词，再办不迟。是。不过，公孙先生有话但说无妨。是。大人何以未分派任务给展护卫？本府是希望能让他有较多的时间陪伴小蝶姑娘。况且此时尚无急需展护卫之处，就暂且如此了。是。大人用心良苦，学生只是担心，是否会因此让展护卫有被冷落之感。公孙先生，小蝶姑娘命在旦夕，而展护卫似乎又用情已深，本府又何忍剥夺他们这所剩无多的相聚时刻？除非能够奇迹出现，让小蝶姑娘起死回生，否则还是不要打搅他们吧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包大人，那傅立可曾拘捕到案？回包大人，那傅立不在衙内，昨天夜里也没回家。下官已派出州衙所有人马在城内找他。倘若他已潜逃出城，你又如何找他？不会，下官已查问过各城门的守城官兵，没有人看见他出城。哼，倘若找他不到，本府倒要看看你如何交代。
包大人放心，下官一定能找到他。好，本府暂且先回驿馆，一有讯息立刻来报。是，下官遵命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发响了没有？发了。下一个，发响了没有？下一个，找到小蝶了吗？找到了，不过属下没有将小姐他们带回来。为什么？属下带人四处寻找，有人见过与小姐和绿珠相像的2名女子。属下经过确认之后，知道她们已经进了驿馆。驿馆？可是万地官员往来住宿的驿馆。是，包大人正在那里暂宿，属下不便带人擅自进去搜人，所以特地回来请示将军。他终究还是去找展昭了。将军，要不要？不用了，在包大人那里比较安全。既然他一心要去，就由他吧，就让他和展昭相处几天，至少可以了他一个心愿。按方抓药，熬药成汁，每日3次，餐后半个时辰服下。公孙先生，这药能治好小姐的病吗？我说过，小蝶姑娘的病治不了。那这个药方又有什么用呢？绿珠，别问那么多，按公孙先生的交代去做。是。姑娘不想知道这药是做什么用的？公孙先生不说，我又何必再问呢？你倒是能够处之泰然。其实我是已经不在乎了。这一辈子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药，都快成药罐子了。你平日服的药丸可是止痛之用。是。若不是痛到不能忍受的话，我尽量不吃。大夫说那药丸吃多了会没有效果。大夫说的没错，所以你只好经常忍着疼痛。我开的药方能让你平常就不会觉得痛，可是却治不了病。治不了，只能让你少些痛苦。还是多谢公孙先生了。长公子，你出来干什么？怎么不在房里休息？不发病的时候，我和一般人并没有差别。在房里待了一天，闷得很，想出来走走。怎么，你昨天没睡好吗？我
睡不着？为了我的病，我就知道我会拖累你。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关心你、牵挂你，我心甘情愿。谢谢，谢谢你，你让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来，让我更珍惜剩下的每一天。不公平，这真是太不公平了！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你？为什么？别这么说，上天对我已经很偏爱了，因为他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遇到了你。小蝶，启禀大人，属下去问过左卫营的官兵，他们说军饷从来没有研发拖欠过。右卫营也是如此，他们更不承认军饷是补发的。他们由避而不答，转为配合杨彪、杨豹的说辞，想必是事先交代了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大人，倘若官兵不肯作证，只能证明有人冒领了孙强的军饷，而不能追究伪造饷册之罪了。不错，如此一来，即使有罪，却罪不至死。然而本府却绝不会让他们轻易脱逃，期待复立归案之后再议。本府确信，会让他们接受应得的惩罚。大人，小蝶想来拜见大人。哦，他有事要见本府。他说住在驿馆多日，打扰了大人，于情于理，都该向大人当面致谢。他身体不好，就无需客套了。不过，他已经在厅外候着了。既然如此，就请他进来吧。小蝶，快来拜见大人。小蝶叩见包大人。姑娘请起。谢包大人。包大人并不可怕吗？我听人家说你从来都不笑的。绿珠，不得无礼。绿珠，本府面对作奸犯科之徒，的确是从不假以辞色，可是对你们，却无需如此。包大人慈悲心肠，容许小蝶借住驿馆，小蝶当面致谢。姑娘，依礼，本府该派人通知姑娘的家属，
然而展护卫却说，姑娘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小蝶实在不便透露身份，也不便通知家人，还请包大人恕罪。倘若包大人因此将小蝶逐出驿馆，小蝶也无话可说。哦，是吗？大人，展护卫无需担心，本府从不强人所难。多谢包大人体恤。姑娘就安心住在此处，只要本府仍在驿馆，自然无碍。若是姑娘觉得合适之时，再透露身份也还不迟。多谢包大人，大人公务繁忙，小蝶不敢在此打扰，先行告退。姑娘请。多谢包大人。参见大人，李大人派人传讯，已经找到傅立了。哦，可是已将他拘押在州衙之中。回大人，我们发现的是傅立的尸体。将方才验尸所得详细记载于验尸单上，以备查询。啊，是。傅立手臂上有明显的抓痕，可以判定是孙强在抗拒时所留下的痕迹。他是如何致命的？一剑毙命，干净利索，凶手的武功不弱。李大人，下官在。此案显然是傅立杀害孙强，而后却被杀灭口，内情绝不单纯。是，包大人明察。他二人验尸及相关证物必须登录保存，绝不可因疏忽而丢失。是，下官一定小心翼翼，收藏妥当。此外，既有孙强牢中被害之例，杨彪、杨豹的安全你也必须特别留意。是，下官立刻派大队人马保护大牢。不，下官是说，一定会严加防范。李大人，干嘛进来那么多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他们是来保护二位的。保护？干嘛要保护？这是包大人下的令，他担心会有人来谋害二位，这全是包大人的好意呀。李大人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其实也没什么，这孙强在大牢被谋害了。包大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二位身上。现在没事了啊，不必担心。有这么多人保护，谁也不敢来啊。老统，大人，两位杨指挥要什么，尽管照办，一切维持原样。是。
好好好，两位休息吧，本周就不陪你们了，告辞。啊，恭送大人。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孙强怎么会被人杀了？我也真奇怪。哎，是不是你派人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啊。嗨，不管他，反正军饷补发了，现在孙强又死了，这下连出头告我们的人都没了，我们可以安心了。公孙先生，展护卫，展护卫因何没有陪着小蝶姑娘啊？他正在休息，他的精神体力好像更差了。这是在所难免。展护卫必须先有准备，往后他的情形恐怕会越来越差。对了，孙强的案子进行得如何了？大人要展护卫好好陪着小蝶姑娘。这件案子，请展护卫暂时不要介入。公孙先生，这是大人的一番好意，展护卫莫要介怀。果真有需要之处，自然会请展护卫协助，只是时机未到罢了。大人还在厅中等候，在下就不多说了。大人，傅立之死足可证明他是被人收买。他杀害孙强之后而遭人灭口，可是如今却永远无法查出是谁要置孙强于死地了。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，既不是死于私人恩怨，势必与军饷之事有关。大人要李全加派人手确保杨氏兄弟的安全，其实还有防止他人脱逃的目的。不错。不过，若是杨彪、杨豹自认伪造相册可以让他们脱罪，又何须杀孙强灭口？这一点颇令人费解。除非杀害孙强的不是他们。大人是说还有第三个人，甚至有更多的人参与此事？很有可能。至于是什么人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如此说来，此案岂不是无从查办了？不，还是要由杨彪、杨豹身上着手。大人，依眼前形势，就算杨氏兄弟知道真相，想必也不肯吐实。大人又如何知道端倪？本府并不打算审讯他们。不审？不但不审不问，而且不办不查，就这样将他们关押在大牢之中，直到他们自乱阵脚。带他慢慢溜一会儿，不要立刻停下来。是。
沈指挥啊，李大人什么时候来的？没多久，没多久。可惜李大人不善骑马，不知错过多少个中乐趣啊！哎，那是。沈指挥骑术精湛，让人佩服啊！李大人找我有事？啊，是啊。沈指挥恐怕不知道，孙强他死在牢里了。可是得了什么疾病？不，我原以为他是自杀的，可包大人却查出他是被人谋杀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谁敢闯进大牢杀人？说来惭愧呀，那凶手竟是衙里的狱卒。狱卒？那狱卒和孙强有什么过节？那就不知道了，因为连他也被别人杀了。那包大人查出凶手没有？没有。哦，包大人特别交代，要注意2位杨指挥的安全，免得再发生同样的情形。这凶手胆子太大了，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？那就更不知道了。只因孙强是马军的士兵，所以本州觉得应该知会马军指挥一声。有劳李大人了。应该的。孙强他死在牢里，确实是州衙的疏失。沈指挥，你千万不要责怪本州啊！哎，不，孙强违反军法，抢夺民财本来就是死罪，如今死在牢里，那是罪有应得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不必瞒我，我看得出来。我真的没事。虽然我们要珍惜剩下的这些时间，可是我不希望你为了要让我快乐，你自己反而不愉快。这样，我不会真正的快乐。小蝶，你对我说实话吧。包大人在追查一件案子，为了让我专心陪你，所以不让我参与。我还是拖累了你。我也并不是非要查案不可。我的确想把时间全留给你，可是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？去做你该做的吧。我只要可以每天看看你就够了，并不一定要你一直陪着我。不，我们不需要这样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你要离开？我要带着小蝶一起走。你们要去何处？也许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。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去什么地方都没有差别。既然没有差别，你们又何必离开？大人，小蝶的日子所剩无多，我要把握每一分时光和她在一起，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。如果不离开，我不能为了陪她而无视大人追查的案子，这样对两方面都有亏欠。本府了解你的感觉，
也找不出任何劝你们留下来的理由。你们去吧。多谢大人成全。一旦展昭会回到大人身边的。展昭告辞。展护卫，请留步。公孙先生，让他们去吧。大人，如果他们真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，就不该走。公孙先生的意思，有句话要先说清楚。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如果你们愿意，不妨试一试。公孙先生有话就请明说。大人，有一个方法，或许可以救他。他能治我的病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姐这下有救了，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公孙先生说，你的病虽然他能治，但是风险很大，他必须事先和你沟通，让你自己做决定。好，他在哪儿？我这就去见他。他马上就会过来。公孙先生既然能治小蝶姑娘的病，却为何不早说呢？大人，那治病之法实在匪夷所思，遍翻医典皆无记载，学生并无十足的把握，故而迟迟不敢提出。哦。然而，如今却为何要提？学生是以为，此法要是不能成功，固然会置人于死。可是小蝶的病要是不加以诊治，同样是去日无多。学生见展护卫与他情感已深，而且皆能够坦然面对死亡，故而以为不妨冒险一试。本府与展护卫相处多年，从未见过他如此动情。倘若真能治好，倒是一桩美事啊。不过，还得由小蝶姑娘自己决定才行。治疗之法，学生将向她详细说明。公孙先生，请说。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，成功的机会有多大，也没有人知道。究竟要不要治疗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如果没有人试过，又怎么知道能否成功呢？一位前辈名医留下了一份残本医书，依照他的推论，觉得此法应该可行。在下这几日曾经仔细推敲过，觉得此法也的确有效。公孙先生，你一定要有把握才行啊！不，有没有效和有没有把握是两回事。这个方法，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，所以只有冒险一试。如果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我愿意试。小蝶，就算出了问题，不过是提前了几天，并没有什么损失啊。如果真的治好了，我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来陪你啊。
快说，究竟怎么治呀？小蝶姑娘的病因在胃，依在下的估计，她的胃囊已经破了一个洞。什么？胃破了一个洞？这个方法就是取出胃囊，把洞补起来。这太可怕了！展公子，公孙先生是不是疯了？他怎么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呢？公孙先生从来不说没把握的话，他能想得出来，应该是个可行的方法。不行，我才不能让小姐答应呢。绿珠，你说了不算，得由我自己决定。小姐，小蝶，你决定了？我愿意一试。小姐不行啊，这样太危险了。难道你希望我等着发病死掉吗？不，小蝶，这个方法并不保证成功。我相信，用在我身上，一定会成功的。请你通知公孙先生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他随时可以开始帮我治疗。哦，你这治疗之法，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啊！若非如此，又怎能治好一般人认为无药可治的绝症呢？话虽如此，但其理安在？一般医者对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所以清楚明白，是经过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经验累积而来，甚至千方百计寻来尸首逐一检视。就如同仵作验尸一般。仵作验尸，经常必须开膛破肚，才能查明死因。由此明了治病之因，而后对症下药。但当药石已无法治愈之时，若将患病之处切除缝合，依然可以除去病根。可是开膛破肚之后，岂不是非死不可？不，神医华佗刮骨疗伤一直为人津津乐道，两者之间并无差异。只要不失血过量，伤口不蓄脓恶化，依理推论，应该无伤于性命。依你之言，虽无绝对把握，却的确值得冒险一试啊。那小蝶姑娘果真同意了？同意了。倒也颇有胆识。何时开始治疗？还有些必要的准备，明日方可实行。好，就开始安排吧。若需要人手，随你调动。明天，
明天就能决定我是生是死，是不是还能再见到你？是不是能和你长相厮守？没事的，你一定会好的。你这么有信心？我相信我们永远会在一起。如果这个病没有让我们分开，你会为了其他原因离开我吗？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答应你。大人，可曾准备妥当？回大人，大致妥当了。明日还有最后的几个准备工作。很好，明日你就留在驿馆之中专心治病。本府要去一趟州衙。大人不要学生陪同前往。有王朝他们几个陪同足矣。大人，对付杨氏兄弟，大人不是打算采取不审不问之法，让他们自乱阵脚吗？本府并未改变策略，他们虽关在牢中，却并非在押人犯，想必颇受礼遇。大人是想让他们受些压力？不错。孙强已死在牢中，你二人可以知晓。回包大人，这事儿李大人已经说了。哦。根据查证，那孙强乃是被害身亡。可我们人在牢里关着，这不可能是我们干的呀！本府并未说是你们所杀，那杀死孙强之人也已遭人灭口。强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比你高，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友谊才是宝，强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傻瓜胭脂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
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